美最强核潜艇全部部署亚太，上演最后的疯狂。霍贝格专家鼓动，美国为何焦虑到疯狂？目前，美国重心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竭尽所能对抗遏制中国。继美军出动罕见规模的5代机到中国周边基地后，美军又打算部署核力量，上演最后的疯狂。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美海军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强大的3艘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旨在对付中国。在中国快速发展自己的舰队之际，美海军拥有全部3艘最强大的海狼级核潜艇，现在都已在太平洋航行。据悉，每艘海狼级都配备了50枚鱼雷和导弹，足以击沉敌方护卫舰队或航母战斗群。吉米卡特号还多了个100英尺长的舰体延伸段，具备特殊的侦察和特种作战能力。吉米卡特曾被曝常年实施海底光缆通讯窃听任务，蛰伏于大国附近海域，能在不破坏光纤数前提下实施窃听，可对重大演习区域及主要港口实施特种侦察。南海及台湾海战场建设还能释放最新水下侦听设备，预制智能水雷，设立伏击点，搜集过往船舰声纹特征。美维海叫嚣，如果你的后援出现一艘海狼级，那将是坏消息，有3艘就能起决定性作用。而近段时间，解放军频繁在近海周围展开实战演习，这些核潜艇将是巨大的麻烦，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除了海基核力量外，美国还打算加强空基核力量对付中国。近日，美国空军杂志报道称，美空军正对 B-52进行全面升级，并计划换上新型航发，使其航程大增40%。核武器一向被视作最后的底牌，美国为何不断在中国周边亮底牌？有分析人士注意到，美国行为可能受俄罗斯核专家最近言论的鼓动。俄罗斯核武器方面的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表示，如果美俄保持核武规模不变，中国只需要10年就能将核武器规模扩展到美俄相同水平，足以让美国畏惧的水平。虽然这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引起美国的焦虑，但美国焦虑的根源还是来源于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快到美国难以阻止也难以适应，只能眼睁睁看着很多领域被中国赶上甚至反超。美国已经用尽了贸易、外交、经济、科技封锁等各个手段都没用，现在就只剩下唯一还有大优势的军事领域。美国已经焦虑到疯狂，很难猜测美国是否会鱼死网破。中国周边的美军基地和核潜艇都是未来可能的冲突中美军向中国发射核导弹的平台，但美国千万不要小看中国2次核反击的能力，敢跨红线，葬身海底。解放军刚宣布划下10万平方公里禁航区，南海就出现偷窥狂，遭遇最强对手。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擂台早已经摆好。8月6日至10日，我国将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南海军演区域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海事局的航行通告尾部还专门附有中英翻译，对此不少人认为这很可能是特意发给西方看的。自中美安克雷奇高层对话后，中国整体战略已经开始逐渐转守为攻。虽说官方就此次演习透露详细的训练内容，但是传言解放军将会在禁航区内进行导弹试射。据悉，去年这个时候，解放军就在浙江和青海分别向南海发射了2枚导弹。值得一提，就在我国刚宣布在南海进行军演，该海域就出现了偷窥狂。消息显示，解放军划下10万平方公里禁航区后，美军一架27-135S 就从东北方向飞过来了。27-135S 是美军目前最先进的战略侦察机，擅长在目标国沿海地区实施侦察行动。说白了，美军经常派出该军机干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比如搜集其他国家的弹道导弹信息，包括弹道轨迹、速度、精度等。一旦被窥探到什么关键信息，很容易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么看来，我国很可能预料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肯定会有所行动，所以化被动为主动，发布航行通告时大方给西方看。你们不是喜欢搞事情吗？那我们就摆下一个擂台等着你们，有本事大可过来试试。话说回来，我国这次演习之所以划这么大的范围，很可能也是要进行弹道导弹反航母的实战演练。要知道，一直以来美国仗着11艘航母的强大实力，完全不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当回事儿。也正因如此，该国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世界上搞事情。这次划下这么大的禁航区域，在分析看来，解放军就是提前下的套。既然美国叫嚣航母最强，那我军就专门拿你最强的来练手。现在的中国可不是以前的中国，所以你说美军怎么可能不着急呢？当然，我军也是在以牙还牙，谁让美国先在中国周边展开什么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你们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行？由此可见，或许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要在南海出现了。至于27-135S 侦察机在如此大范围的演习区域内，该军机想来也是不敢靠近的。倘若我军真要进行弹道导弹反航母的实战演练，反舰弹道导弹必定是从内陆发射的。这样一来，如果27-135S 侦察机离落弹区有一定的距离，那离发射区自然更远了。所以想要搜集什么有用的信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解放军如此淡定的原因。
美军估计现在都是懵的，怎么我军是这个反应？总之，美国哪怕是有再多的小心思，在中国面前也终究完败。澳防长老调重弹，喊话中国不愿屈服，内部为何求放过？中澳博弈前线，中方重磅发声，必须让他瞧见厉害。近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首都坎培拉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声称，澳大利亚方面不会为了重启中澳双边会谈而接受中国要求澳大利亚改变政策的要求。中国当前已经告知我们，只有我们满足了某些条件时，他们才会与我们进行高级别对话。澳大利亚对开展对话没有预设条件，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条件。佩恩非常明确地表示，澳大利亚绝对不会向中国屈服。很显然，澳大利亚方面又在老调重弹。佩恩强调澳大利亚的外交原则，中国也有自己的外交原则。既然你不愿意屈服，难不成指望中国向你屈服吗？国与国间的外交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所谓屈服是澳大利亚单方面所说。一直以来，中国有要求澳大利亚屈服吗？哪怕是当前中澳关系紧张，澳大利亚频繁针对中国的情况下，中方也没有逼其屈服，只是要求澳大利亚不要再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值得一提，佩恩此次还在发言中拒绝承认中国政府对莫里森政府反华的描述。当我们提出某些行为或者某些长期商定规则的意见时，这不能代表我们就是在反华，或者说反任何其他的国家。佩恩显然没有反省的意思，结合其在发言中的全部讲话，在分析看来，澳大利亚所谓的不屈服，变相来说就是还要继续损害中国的利益，在中澳博弈的前线与中国硬碰硬。若真是这样，中澳关系很可能将被逼至墙角。不过话说回来，我国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澳大利亚既然没想与中国缓和关系，那我国自然不会强求。此次中国驻澳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就重磅发声，直接表示两国关系之所以面临当前这样困难的局面，完全是澳大利亚一手造成。无论是疫情前还是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接连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主动挑衅，展开对抗，是造成中澳关系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中国没有要求澳大利亚举行高层对话，相反是澳大利亚提出要跟中国举行高层对话，澳大利亚不愿屈服，那就不举行高层对话。这几年就算没有对话，日子也一样在过。再者，澳大利亚可别妄想能跟美国那样作死，倘若继续搞事情，那就是逼中国出手。届时无论屈服不屈服，中国都必须会让该国瞧见厉害。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内部是求中国放过能活命，还是求美国帮忙能保命呢？美帅众小弟杀上家门，不料给中国送上一份大礼，历史性一幕即将出现。普京下达最后通牒，拜登后悔也晚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盟国家当前正在俄罗斯领海附近进行一系列军事演习。对此，俄罗斯外交部第4欧洲司司长尤里·皮利普森表示，此举有造成紧张局势的风险。这种类型的军事演习是正在挑起冲突，而不是阻止冲突。在此之前，美国和乌克兰主导的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演刚在黑海举行不久，该演习由多个北约成员国参加。据相关媒体透露，这场大规模演习共有来自32个国家的5000名士兵、32艘军舰、40架战机以及18支特种作战和潜水部队参加。而在演习开始之前，英国海军驱逐舰在黑海活动时有意越过了俄罗斯边界。尽管在随后遭到俄罗斯边防军舰的开火警告，但结合这段时间黑海一系列动荡，仍然可以看出美国正率领众小弟杀上俄罗斯家门。战火已经逐渐逼近，俄罗斯外交部警告称，美国及北约的演习将随时可能演变成战争。随后，皮利普森补充道，对于美国的步步紧逼，俄罗斯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国家安全，并将北约在黑海地区增兵的举动视为一种军事威胁。我们已经多次警告，在俄罗斯边界上的军事政治冲突升级将会带来对抗。很明显，皮利普森的言外之意是在告诉美国及北约，普京已经下达了最后通牒，俄罗斯已经准备好战斗了。据悉，俄罗斯正在进行一系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战略军演，其中参演的国家就包括中国。不仅如此，日前有消息透露，8月9日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将会在宁夏的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俄罗斯国防部对此表示，俄罗斯军方在联演准备阶段首次学习并使用了解放军提供的武器装备。此外，按照中国军事专家所说，这次中俄联合军演不仅是两军互信的体现，也是能让双方在军事行动中有更默契的配合。
对此，不少人表示，难不成历史性的一幕要出现了？中俄将联合对美国重拳出击。俄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比坎托夫指出，随着中俄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美国霸权将成为过去式。而普京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声称，现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正让美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困境。在此背景下，拜登却没有能力扭转颓势，可见中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替代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将很可能成为既定的事实。话说回来，这次美帅众小弟相当于给中国送来了一份大礼。我国一直希望能够与俄罗斯达成更紧密的合作，如今看来，美国倒是帮了大忙，让中国成了最大受益者。现在拜登怕是后悔也晚了。